飞光飞光，缺尔一杯酒。我不食青天高，皇帝厚，唯见月寒日暖，来煎人寿。云深不知处的洗衣见地是山间一方桃花源，名须摩提，即梵语中极乐之意。此处别有天地，是为不知处中的不知处，进不易，出亦难。树面环山，唯有一峡处入水，山涧数十有声。人间4月芳菲已尽，独此处春桃尤盛，繁山一谷，一时风动，桃花乱落如雨，白时春草遍积香雪，又有飞花逐水，朝山外去了。只在此席间的一众世家子弟，却全无心情游春赏景。期间以聂明觉为最，清河民风粗疏不羁，他虽不是顽劣性子，平生却也最不耐烦管束，更不耐烦坐在一处低头读书。教他纵马挥刀，倒是一日都不厌。自萧其父，玄门中人都道他像极了聂老宗主，他也自觉与自家老父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，却不知聂老宗主喝多了哪家的酒，心血来潮，将他踹来这无趣至极的云深不知处，命他听学1年。清河姑苏相距甚远，聂明觉从前只在以燕郊游间见过姑苏兰家的修士，却早对那3000家规有所耳闻：衣必洁，冠必正，寝不语，食不言，饭不可过3碗。他向来对此嗤之以鼻，道：姑苏兰家子当真提得起见。同门有年长些的子弟，便与他讲起姑苏兰氏的长子兰焕，道此人与胞弟兰湛称姑苏双璧，2人年纪尚轻，声势已起，不可小视。他仍有些不以为然，道：空有壳子罢了，有本事他2人来同我打一场，变一变是御史经。他岁数不大，修为却深，倒也说得起这话。偏逢聂琼正信马过去，闻言笑道：那兰大公子年齿上不及你，他幼弟兰湛只12岁，胜负且不论，以长欺幼，聂大公子也好意思说这话。聂怀桑一大早被聂明觉拎出来骑马，磨了整整2个时辰，好容易才解脱。此时早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抵死再不上马。听闻此言，不禁一时嘴快，道：大哥都不知，阿姐如何这般清楚？大哥年岁又有多大？阿姐是我聂家女，如何偏向着他兰家？众人登时哄笑起来，时而有人常常吹了声马哨。二公子，我记下了。聂琼倒也不恼，马鞭遥遥一指他，笑道：看来今日是累得不够，明日给你换匹生驹子，练练胆气。聂怀桑眼前一黑，哀哀地望向聂明觉，却见自家大哥看着那匹垂手休憩的马，眉头微皱，竟似若有所思。他心下一凉，未及再唤一声大哥，只听聂明觉果断道：所言在理。聂怀桑险些背过气去。姑苏兰氏果如意料中一般无趣，他素不长于背书，但兰启人并不会因着这不长于便通融，更不会因着他是清河少主便通融，背不下便罚抄。云深不知处门生10日一休，10日里有7、8日聂明觉在挑灯抄书，挑灯时还得避过夜巡的兰溪臣，免着因害事不惜再多挨一轮罚。几日过去，他已经压了一肚子火，在清河倘有人敢如此待他，聂大公子该早勃然作色，但眼下一来在别家地盘，不愿教人瞧低了自己聂家；二来却是聂老宗煮酒后提过一回，到自己年轻时与人比试，险些将佩刀输与兰二公子，从此之人不可貌相。清河向来尚无精才，常有人因着较量高下，赎取金银犬马，娇妾美衣之事，但刀剑灵器是玄门修士立命之本，向来是极少押出去的。兰启人几夺清河家主佩刀，足见其修为之深。聂大公子在清河独服气自家老父，只因他线下还打不过聂老宗主，连带着只凭这一句旧事，就能让他也高看兰启人一眼，至今尚未当面顶撞。兰启人既高且瘦，肩脊平正，姑苏兰世人皆穿白，那白衣落在他身上，就像挂在高树上一般。既是少时与自家老夫交游，聂明觉着他也不至于如何老，只是那一把长须，硬生生将人拖得老了20岁。虽不至当面顶撞，
但聂明觉也着实是看到他就心烦，暗地里给人起了个老头的混号。不出3日，这名号就便传听学子弟，有人口无遮拦，甚至险些当着蓝启仁的面叫出来，蓝启仁只做不闻。4月，听学子弟皆在须磨提席间读聂明觉禁足蓝氏抄书，足3日才将他放出去。聂兄不知，我等您去抄书。一众少年横七竖八倒在草地上，气喘吁吁。其间一人道：聂兄前几日不在，不知这真陀罗有多恼人，我等出不得此处，全因此物把守。真陀罗正言亦云：人非人。华严经在其为执法乐神，有美妙音声，能作歌舞。此地足有真陀罗10数尊，摇立高石上，或浮箜篌，或抱琵琶，或执琉璃琴，皆是木雕眼人，却眉目如画，身披绮罗，脖带飘举，视之栩栩如生。倘这群听学子弟有懈怠之貌，其乐便起。姑苏蓝氏为玄门乐修之冠，使眼人作乐，亦能令人神魂动摇，不堪其扰，只得负起席剑。有争勇斗狠的，欲毁之而后快，奈何此处似有结界，欲见数尺，便在南上。花林间一声弦响，又一人被当空截落，在芳草地上，连人带剑滚出数十步远。说是极乐，在地上躺过许久，那名子弟恨恨道：我愿称之为西天。须磨提与蓝氏虽不似一般无趣法，其无趣却难分上下，唯一胜处是能容众人光明正大较量切磋。数日间，聂大公子打遍听学子弟无敌手，一群少年自此为他是瞻。全凭着素好习武，聂明觉才耐着性子忍了数日。眼人日入方息，他们才能离开这极乐之地。一群人早是汗透里衣，连山径都爬得艰难，却正逢一人衣冠胜雪，自石阶上缓步下来。暮色落山如焚，指他似从清凉世界出。山径狭窄，不容数人并行。那人微微一怔，随即脸一作礼：借过。清河虽不拘小节，聂氏却也是玄门世家，聂明觉更非无礼之人，更何况在别家仙府，为客理应让主。只他早压了几日的火，此时正遇上人，便再难易处，冷冷道：蓝大公子。蓝焕并未与外家子弟一道听学，却久闻聂明觉之名。做姑苏家族长子，近日他已开始着手族事，对外家宗子常存交结之心。只姑苏蓝氏雅正为训，最戒骄矜，子弟无不行事恭谨。他甚不喜聂明觉傲慢，是而人已在自家先府听学1月有余，都未曾邀人相见。蓝焕见诸君，有意先同他身后诸人作礼，而后再不多礼，只朝人一笑：聂大公子。聂明觉如何不知其意，立时心头火起。他向来是行事不多言的性子，懒得多说，手已按上腰间刀柄，鞘间隐有寒光。云深不知处不可私斗，一众少年都怕罚，立时你一言我一语的劝起来，却无人敢上前阻拦。期间有小门户出身的子弟，因着不好得罪聂明觉，不敢出言相劝，又因着人在姑苏蓝氏仙府，更不好得罪蓝焕，只得先朝旁退开，为蓝焕让出道来。蓝焕虽不喜人，却也不欲起无意冲突，自朝山下去。他腰间无剑无佩，只一管白玉洞箫，行步时衣袂飘举，竟与那高石上真陀罗有几分神似。我姑苏蓝氏剑法名八正道，正道之前当先正心。他未走几步却停了，回头看向聂明觉，身在树阶之下，说话时须得抬头看人。少年面上竟无甚屈态，仍是寻常神色。欲与我论剑，聂大公子先正一正心吧。第二日，一众少年仍在真陀罗的监视下叫苦连天，独不见聂明觉。直至近午，才见人从山涧边过来，神情冷如冰霜。他今日未带那从不离身的长刀，却负了弓箭来。众人心下疑惑，正欲发问，却见他挽弓搭箭，一声弦响，羽箭直朝一尊真陀罗去。
毕竟是木雕眼人，立在原处避不得。轻响如碎琉璃，长剑击穿结界，去势不减。只见那尊真陀罗微微一晃，连羽箭一同坠下高石，四分五裂。聂明绝不说话，只又拈出一支长剑。剑上弓，弦如满月，又一尊眼人倒下，怀里琵琶犹自有声。余音未绝，长剑破空，第三尊眼人已碎。顷刻间，聂明绝三发三中。短暂的静寂，倏然竟是欢声雷动。在云深不知处听学3月，众人心中都颇攒了些郁气，却一来怕罚，二来怕给自家丢脸，少不得忍着，恨不能一吐为快。今日见聂明觉如此，行人不敢为之事，只觉扬眉吐气。兰陵今是长于弓箭，不甘为人后，历时数人一挽弓而射，其间有准头好的，当真也射下几尊真陀罗，只在未有聂明觉一般箭不虚发的。一时间，桃花源竟成比射场。一名年纪小些的聂家少年，学着聂明觉模样，拈剑抵弦，姿势却生疏，与聂怀桑颇有些神似。聂明觉一眼看去，不由失笑，刀鞘点了点他足尖，示意人再站稳一些。羽箭离弦，朝那最高一尊真陀罗去。不想那眼人竟是当真动了，大袖微扬，如拂落花。只听一声弦响，那长剑竟被纵偷2半，白羽飘飘坠山，与落花混在一处，再也辨不分明。青崖后半身白衣，似一只高栖的白鹤。何方子弟在此喧哗？人声温平，并无恼怒，甚而隐隐有笑意。聂明觉险些将他认作蓝宦，却又听那人后力难继，显然是中气虚乏，略一犹疑，暂未应人。崖上人说完一句，停了片刻，似是稍攒了攒气息，又笑道：“回我旧食物。”那聂家少年微微一惊，聂明觉一按他肩膀，示意他不必作声，自己朗声应道：“聂家子，敢问先生高姓大名？”那人温声应道：“庭鸾君在前，安敢自居先生？”而后竟是阵断续的咳嗽。众人知他说的是蓝启人，默然不敢语。独聂明觉冷声道：“他又如何？”此人说话着实令他心急，却又不敢催逼，生怕一不留神逼出人命来。半晌后，那断续咳嗽才渐渐止了。白衣修士遥遥一礼：“姑苏兰寻见诸君，见聂大公子。”他去那最高一处真陀罗旁取了白笔，为眼人眉心又补一点朱红。木雕坐宝空侯状，神情安宁平和，如闻佛前妙音。聂明觉身后少年忽轻声一道：“蓝寻，蓝修远。”聂明觉已有些不耐，道：“如何？先前认得他？”那少年艰难咽了一口，探出头来朝上看了看，悄声道：“阿琼姐往日提过，大哥做不知便好。”将白笔在于耳后。蓝雪回首一笑：“早闻诸君顽劣，今日视之，竟是百闻不及一见。”白衣没入青崖间：“先生是该严加管教了。”落英芳草间，处处是眼人残骸，虽非真人血肉，一眼看去也颇触目惊心。极乐国竟如修罗地。血气退去，一众少年不免生出些理亏心虚，在蓝启人面前垂手默立。独聂明绝不低头，昂首正视：“竟不知聂大公子怀怨如此。”蓝启人淡淡的说，甚而未曾细看他，只抬眼寻了一回落入膝间的半张琉璃琴。“但说来，我听着。”聂明觉懒怠，与这老头辩理，只道：“无甚，我起的头，要罚便罚。”原是心下不服。蓝启人收回目光，看了他一眼，声音仍不见起伏。他少见地，不算颜衣整冠，鬓发微乱，衣摆沾有尘泥，已有血迹，似是除岁方归，未及更衣。弓箭于我。聂明觉当他要施剑以服人，心下颇不以为然。他射艺精熟，纵是长于弓箭的兰陵子弟，比起他尚且不及，更不必说越修姑苏兰氏。但听人如是说，仍是将自己那雕弓卸下，又抽出支长剑，一并送了去。其实已近日暮，姑苏兰氏本家子弟也散了学。闻自家先生于须磨提示剑，
亦先后而至。不多时，周围纷纷然尽是白衣，却无一人喧哗。蓝启仁却不接纳羽箭，只书臂张弦。众人见他分明似是全背用力，却听一声脆响，那弓弦竟生生裂作两截。小儿玩物。他将断弦弓置与聂明觉，面上无甚神色，转又与一名白衣修士道：“古士取重弓，置落灶台。”余深不知处的人居，最高处是家主所居寒室，而落灶台比寒室更高，基在山巅，下聚云气，上接清明。上山是苦差事，行未过半，已有人难以为继。越往高处越冷，草木不生，入目唯有嶙峋青石。终至落灶台时，观者已不及原先一半。蓝启仁道：“唤二公子来。”蓝焕亦在人中，闻言应了一声，取箫至唇下。箫音轻而长，山间余韵半晌不绝。忽又起一声相和，非丝非竹，似有人拨了一下弓弦。白衣如惊鸿，自另一处山头飞掠而来。微石摇摇，少年足间轻点即过，时不坠骨，衣不沾尘。身有如此轻功夫，最后一程他却只如常人一般，一级级石阶走上来，不见炫阳之色。少年生着张眉目秀质的脸，与蓝焕一看便知是兄弟。暮春天暖，他白衣墨额都进了薄汗，越发显得容色皎然，秋水为神，玉为骨，只是面上无甚神情，平白透出些孤寒之气，凛然不可亲的模样，不似他这年纪，倒与蓝启仁颇有几分神似。落灶台是高绝之地，平日少见如此多人。蓝湛微一怔，随即朝众人脸一一礼。蓝湛见诸君，又朝蓝启仁一礼，唤了声先生，便到蓝焕身边去了。蓝启仁道：“与我来。”他信步朝落灶台去。高台已在一处半深的崖舌上，其间更延出一座小阁，悬于深渊。造化鬼斧，人力神工。风过时声音烈烈，竟似有移石之响，兼闻梁木摧拉之声。纵是平日不惧高的，在此处也不免居高。一众少年早是目眩神经，推推挤挤，不敢近前。蓝焕蓝湛却似习以为常，在高台上凭栏而立。聂明觉心头憋着一股火，虽说也有些惊怖，仍是咬牙登台，不欲使人见一丝惬意。隔着不见底的幽谷，他看到对山一座浮屠，朱漆飞扇，岩垂金铎，风过铎动，金声隐隐。素闻聂大公子善射，百步穿杨，箭不虚发。难得称美之词，也能被蓝启仁讲得平淡无起伏。聂明觉甚至觉得他似是在骂自己。然皆小儿之戏，非射之志也。今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不测之渊，不知聂大公子尚能射否？他将手中重弓交与聂明觉。聂明觉略试了试，只觉张弓都艰难，躺在平地或可勉强一试，在此处免不了手臂战战。纵能张弓搭箭，却绝技没有准头。剑鞘遥遥一指那浮屠岩下，蓝启仁道：“射金铎。”又道：“上前来。”他退开后，聂明觉才发现蓝启仁方才所立之处竟无遮无挡，2寸之外即是深渊。罡风呼啸，不知那块微石轰然坠谷，溅起水声如雷，声震山林。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聂明觉不欲在这危处与人置气，痛快地说：“我不敢。”甚好。蓝启仁微一颔首，也无甚讥嘲之色。心有恐惧，不以刃具为耻。聂大公子坦荡。他自聂明觉手中拿了那重弓，转而挽弓搭箭，刹那间众人皆屏息。蓝启仁站得很稳，烈风吹不动他白衣。大箭呼啸离弦，一枚金铎当即坠去。高台下鸦雀无声。蓝启仁又拈出一支长剑，他复对聂明觉道：“上前来。倘是不敢，便不必战我处，战他2人处。”见人立稳，他看着聂明觉挽弓，剑鞘虚虚一敲他手肘。古之善射者，置杯水于肘上，引矢发之，滴水不洒。可看看自己如何？有人在侧，
聂明觉深深吐息过一回，屏息凝神，尽力不去想周遭危楼深渊，眼中只看那一处金铎。大风吹得灵铎摇摇，隔着云气，系灵的锁链细如悬丝。白羽穿云而过，仍是差了些许。长剑坠入深谷，金铎依旧。舍位置也。蓝启仁淡淡道。聂明觉心服口服，不再驳人。又听蓝启仁道：“只在毫厘，可以治也。”聂明觉心头猛地一热，他正欲再言，却见蓝启仁看向身旁少年，道：“二公子。”蓝湛微微一礼，不应声，人却已上前去。蓝启仁道：“近日习射，自觉如何？”昔时10中1、2。蓝湛终于开口，淡声答道：“眼下大抵能10中5、6。”见他欲试那重功，蓝启仁道：“臂力尚不及，不可。”少年没有说话。聂明觉却见他清清楚楚咬了下唇，似是不甘，而后才去取自己父的白弓。引弓上箭，第一箭却不知偏去了哪里。小公子，蓝焕负手立在高台另一端，见之不由失笑，心静些。蓝湛不睬他，转手拈新箭上弓。聂明觉站得更近，听他一深深吐了一口气，而后手松弦动，白羽击落金铃。蓝启仁频频道：“尚可。”再无多余言语，他缓步走下高台，将那重弓援交与仙石子弟使借朝山下去。众人屏息敛口，只纷纷俯首作礼。不出一夜，须磨堤中野人残骸已被收去，仍是芳草鲜美，春桃遍山。聂明觉方欲进这极乐之地，却被一人唤住：“云深不知处，不可私斗，此处倒可切磋。”白衣人今日未带箫，反抱了一柄长剑，鞘尾嵌一枚明珠，又明了数月2字。姑苏蓝焕，请教明觉兄1、2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